说到银发经济，你脑子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养老院、护理床、助听器，字体调大一点，按钮做大一点，再办个活动，门口摆2筐鸡蛋。这个画面不能说错，但它可能已经不够了。今年的上海老博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，在养老院、辅具、康养产台之外，现场单独开了一个文娱主题街区，里面不是护理床，而是乐器、户外用品、服饰、零食。这个街区的名字叫乐龄街老友路。注意这个名字，它不是老年照护专区，也不是夕阳红福利角，它说的是2件事：快乐和朋友。这背后有一个变化，很多品牌还在用照顾老人的方式理解银发经济。但一批刚退休，身体还不错，手里有时间也有消费能力的人，已经不想只被当成需要照顾的人了。他们要的不是被安排进老年生活，他们要的是退休以后生活还可以继续热闹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银发经济最容易被误读？为什么很多活动还在送鸡蛋、发优惠券，但真正能打动这群人的反而是课堂、旅行、演出、合影墙和一群朋友？这期我们就从一只寿淘发布的退休人群消费场景报告说起，看看银发生意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们不是不消费，是不想被当成老人消费。先说清楚，这份报告观察的不是所有中国老人，它的问卷来自退休俱乐部、中老年大学和退休组织，一共1000份。也就是说，它更像是在看城市里更活跃、更愿意参加社群的新退休人群。这个前提很重要，不能用一群活跃样本直接替全国老人做结论。但也正因为这群人更活跃，他们反而更像一个新消费市场的先头部队。报告里有一个数字，这批受访者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是13268元，超过80%处在退休或半退休状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过去一个人有钱的时候未必有时间，有时间的时候可能身体已经不允许了。但这批新退休者第一次同时拥有了3样东西：一点钱、一大段自由时间和还不错的行动能力。于是他们的消费不再只是防止生活变差，而是让生活继续变好。报告里有几个人很典型，有人买面包会看有没有植脂末，不在网上随便买保健品；有人退休后学古典吉他，坚持3年；也有人和8个姐妹商量1星期，只为选一条更尊重个人需求的深度游路线。这些钱买的不只是商品或行程，他买的是我的判断被尊重，我的需要被认真听见。所以你看，这群人并不是不会花钱，也不是只想买便宜。他们真正反感的是品牌一开口就把他们放进老人这个框里，好像只要字够大，价格够低，礼品够实惠，他们就应该满意。问题是人家只是退休了，不是被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了。银发生意曾经靠恐惧，现在开始靠生活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理解银发消费主要有2套剧本，一套是恐惧剧本，怕生病，怕摔倒，怕没人照顾，所以市场围绕护理、康复、养老机构展开；另一套是福利剧本，便宜旅游、社区讲座、到场领礼品。这2套剧本都不是假的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把退休人群当成问题的集合。可是现在这批60后、70后新退休者正在把题目改掉，他们当然关心健康，但很多健康消费不是因为已经走不动了，而是因为还想继续走。比如徒步前检查膝盖，配登山杖，调整发力姿势，这不是治疗衰老，这是给生活续航。他们当然也关心价格，但在旅行、学习、家居升级这些场景里，他们不是只找最低价，而是在找不踩坑的确定性。所以银发生意的变化不是老人突然变年轻了，更准确的说是退休人群的消费目标变了。过去是少出事，现在是多生活。真正的断点在线上和线下之间。在获取信息这件事上，退休人群已经高度线上化，他们会问 AI 工具，会刷小红书，会看直播，会看短视频测评。不要再以为他们是数字世界的旁观者，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不会像年轻人那样一边下单一边安慰自己，反正不贵，错了就退。他们会研究，但不会轻易相信。比如一个人想买按摩椅，可能先在家里问 AI 这个价位有哪些品牌，气囊、导轨、加热、售后分别看什么，然后看10几个测评，最后呢还是约朋友去商场亲自坐上去试半小时，这就是关键。线上负责让他们知道你，线下负责让他们相信你。线上能种草却难收割，线下能成交却难造势。对年轻人来说，直播间里一个最后3分钟可能就能完成冲动消费，但对这群新退休者来说，临门一脚经常还是在货架前、店面里、活动现场、朋友身边。这不是因为他们落后，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任算法不一样。年轻人相信参数、达人和退货机制，他们更相信熟人、现场、品牌背书和我亲自看过。所以很多品牌会卡在一个尴尬位置，线上投了内容，大家看了但不买，线下门店能成交，但很难制造声量。
最后就变成一种熟悉的动作，办讲座、发优惠、送礼品。鸡蛋很忙，但鸡蛋再努力也很难替品牌建立真正的关系。好活动太少才是最大的缺口。报告里有一个反差很强的数据，现存为退休人群打造的活动渗透率普遍只在 20% 上下，近30%的人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。这不是他们不爱参加活动，恰恰相反，问题是好活动太少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参加活动最看重什么？不是优惠福利，排在前面的是联络老朋友、认识新朋友，还有体验新鲜事，优惠福利排在最后，这就很残酷了。很多品牌以为自己给的是吸引力，其实给的是误会。你准备了一堆赠品，以为退休人群会冲着赠品来，但对方真正想要的是有没有人一起去，去了有没有意思，回来以后有没有东西可以聊。换句话说，活动不是销售现场，活动首先是关系现场。一个花艺课，一场轻户外徒步，一场摄影展，表面上看都是活动，但真正发生的事是几个人重新组织自己的退休生活，找到新朋友，获得新话题，也第一次觉得退休以后还可以站到台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报告会强调线下造景，线上造势。线下造景不只是布置一个场地，它是让一个人有在场感、共创感和仪式感。我不是被顺便照顾的人，我也能展示、分享、合影。一个好的活动本质上是在帮他们重新填满日历。最值钱的资产是还活着的附近。过去10年研究银发消费，经常会看日本，但中国市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中国很多退休人群的附近还活着。社区、街道、广场、退休俱乐部、中老年大学、兴趣班、旅行群，这些地方不是简单的线下渠道，而是一张关系网。一位阿姨觉得某个课程不错，不是只给平台点5星，而是会在群里说下周一起去。一个智能门锁好不好，也可能是在邻居来喝茶时现场演示出来的。这就是银发市场里最容易被低估的东西，熟人传播。在年轻人市场里，品牌拼的是流量入口；在新退休人群市场里，品牌拼的是能不能进入一个真实关系场。所以线下活动不是过时的营销，在这个市场里，它反而可能是最短的信任路径。如果一个品牌每句话都在提醒你已经老了，那它不是在营销，它是在给人添堵。这群人更愿意听到的是你还可以去哪里，你还可以学什么，你还可以和谁一起，你还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让人继续上场才是新规则。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，为什么银发经济这么容易被误读？因为我们总是用老的那一面去理解它，老了所以要照护，要省钱，要简单。但这批新退休者身上还有另一面，退休了所以有时间，身体还行所以还想走出去，朋友还在所以消费天然带着社交。这才是银发生意的新规则，它不是完全取代养老、康养和护理，这些需求依然重要。但在照护之外，一个新的市场正在长出来，旅行、学习、轻户外、健康管理、智能家居、外形管理、社交娱乐。这些品类表面上很散，但他们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退休以后，一个人怎样继续拥有生活的主角感？品牌如果还停留在给老人优惠的层面，就会错过这条线，因为优惠只能让人来一次，关系、体验和被认真对待才会让人愿意再来。未来真正好的银发生意，可能不是更会喊关爱老人的生意，而是更懂得怎样把退休人群放回生活现场的生意。这就是这份报告最值得带走的判断。银发生意的未来不是把人变老，而是让人继续上场。那么你身边有没有退休以后反而活得更精彩的人？他把钱和时间花在了什么地方？旅行、学习、健康、家居，还是和朋友一起参加活动？评论区聊聊，我们下期见。